看到外公满眼心疼摸着于爱的小脸，才发现他早已把滚滚们当自家孩子宠。这天，小爱被外场的丰容划伤眼睛下面，虽然经过治疗问题不大，但外公还是不放心，在外场陪了很久。临走还不忘摸摸小家伙的头安慰。当于爱躺在木架上呼呼大睡时，外公怕孩子饿肚子，又怕打扰到孩子休息，于是小心翼翼叫醒宝贝起床。难怪于爱满心满眼都是外公，就连刚刚得到的竹笋，他也会亲手剥好皮送给对方。到底是谁说熊猫不知道表达爱意？小爱也在用实际行动回馈外公的爱。而爱姐的双胞胎哥哥于可，也是外公放在心尖尖上的小熊。有次于可准备表演杂技，结果一不小心从木架上掉下来，外公深知这小子有多重，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冲了上去，脸都憋红了也要扶起孩子。他平日里还经常帮两小只荡秋千，手里不忘拿着果果投喂。宠于可于爱的方式简直就是老一辈溺爱，并且外公永远是平等爱护每一位熊猫。另一位小外孙也是他看着长大的，王小五还是个小豆丁的时候，就被外公亲手抱着出门晒太阳。如今的他已经1岁多了，还是那个经常求抱抱的撒娇小熊，不是缠着外公耍赖皮，就是跟在对方屁股后面。有时候外公没来得及接孩子回家，对宝贝孙子愧疚万分，一大把年纪的他跑着也要去接对方，还得摸摸头安慰小五好长时间。外公照顾这仨小孩子的同时，也没忘记去隔壁陪莽晨晨、莽星星玩，不顾危险也要去外场带着兄弟俩跑步锻炼身体。四喜丸子小时候也被他照顾过，外公还亲自给这群小家伙上体育课。他有一次不小心摔倒了，四小只还立马模仿起来外公的姿势。一人四熊的相处不要太有爱，而外公之所以这么疼爱自家小孩，归咎到底还是爱屋及乌。要知道他0几年就去虫洞养大熊猫了，小家伙们的老妈全都是外公带大的。二顺打小就被他捧在手心，即便是出门遛弯，外公也不舍得让宝贝闺女走路。他看向芒仔的时候也是满满的深情，这眼神都把妞妞给盯害羞了。兰香虽是半路出家去虫洞，可外公对她的爱护一点也不少。已经成年的兰香嫂子还能躺在椅子上被外公投喂，外公把自己的大半辈子献给了国宝，这才是我们应该追的熊猫饲养员。谁能想到丁丁波娃的崽都出生20天了，俄罗斯动物园竟然还没搞清宝宝是男是女。生头胎的丁丁波娃母性很强，自从小乌拉出生后就被他当成了稀世珍宝，每天把崽崽紧紧抱在怀里不撒手，甚至吃饭时也要一手干饭一手抱娃，生怕一个不留神就会被奶爸偷走。即便面对专门来照顾月子的中国奶爸，丁丁波娃也会毫不留情地挥手驱赶。但奶爸担心丁丁带崽太过劳累，同时也借机想和他搞好关系，便不顾危险亲自端来蜂蜜水喂给丁丁波娃。原以为娘家人的身份在家混个脸熟，奶爸就能成功拿下小乌拉，谁料丁丁波娃喝完蜂蜜水直接翻熊脸不认人，一边护着自己的宝宝一边抬手威胁。奶爸见状也只能退出兽舍保住小命。因此小乌拉出生20天后，奶爸们依旧连崽崽的一根毛都摸不到，让一向喜欢闷声干大事的莫斯科动物园急得团团转。为了挽回面子，硬是用肉眼观察幼崽的情况，奶爸们倔强表示我的眼睛就是尺，最终得出小乌拉每天增重大约30克，目前体重大约400克，体长30.8厘米的结论。奶爸们为增加数据的可信度，甚至用上了小数字。然而广大网友的眼睛是雪亮的，骗哥们可别把自己骗进去了。由于奶爸们每天疯狂试探在偷崽，丁丁波娃戒备心更强了，还单方面宣布取消奶爸们的探视权。不过丁丁波娃之所以如此护崽，恐怕也与他纯正的野猫血统有关。丁丁的妈妈是野熊海子，爸爸是野熊一宝，因此当他被选中前去俄罗斯打工的时候，避风峡基地还有些舍不得这只香饽饽。丁丁去往俄罗斯的时候才1岁多，成为首只拿着奶瓶外出打工的小家伙。好在莫斯科动物园的生活环境非常适合大熊猫，丁丁来到这里后丝毫没有不适应的感觉，并且在奶爸奶妈的好吃好喝的喂养下，丁丁来到这4年体重就狂飙了40公斤，还和一起来打工的野3代如意看对了眼。在度过没羞没臊的3天后，如愿生下了宝宝。只是丁丁波娃的母性如此强烈，不知园方什么时候才能摸到小乌拉了。网友们觉得崽崽会是女宝还是男宝呢？盘点熊猫花花的生气瞬间，女明星连生胖气都可爱到爆炸。平时瓜迪迪和叶最喜欢和姐姐贴贴，但有时花花也会被缠得火气蹭蹭往上冒。这天瓜迪迪懒洋洋靠在姐姐身上吃笋笋，完全没有注意到屁屁压住了女明星的脚，无法动弹的花花感受到脚丫子逐渐麻木，而看到瓜迪迪还在吃竹子丝毫没有眼力见后，女明星彻底失去了表情管理，上下嘴皮子像打快板一样骂骂咧咧。虽然两脚兽听不懂大熊猫的语言，但从频率来看，花花骂的还是挺脏的。等到瓜迪迪再次凑过来想和姐姐贴贴时，霸王花直接俩大逼斗赶跑了叶子。不过有时姐弟俩也会温馨的靠在一起吃竹子，然而这一幕很快就被瓜迪迪打破了。只见叶子拿着一根超长竹竿美滋滋吃着，另一端则在女明星眼前晃来晃去。被闹得心烦的花花直接一个飞踹把叶子踢翻，还抢过瓜迪迪的竹子塞到嘴里。霸王花的气势展现得淋漓尽致，因为花花是拥有众多粉丝的女明星，所以她走路时慢慢悠悠，非常注重优雅。这天女明星正在路上走着，
突然被身后的瓜迪迪撞了个熊羊马翻，气得花花小手拍地转头，用眼神制裁叶子：“你走，你走，就你走得快，你个瓜娃子！”其实花花小时候就非常凶，霸王花还会经常去欺负二狗。要知道，从第一眼开始，润月就非常喜欢小花花，总想着和她贴贴。不过霸王花可不是那么好脾气的。只见花花直接大声向饲养员告状，吓得润月直接掉下了木床，弄得浑身脏兮兮。然而霸王花做梦都想不到自己居然长不大，于是二狗长大后天天抢花花的笋笋吃，就算吃到嘴里的也不放过。但霸王花虽然不得不认怂，但脾气还在。当二狗第 N 次抢走花花手里的竹子时，女明星终于反击了。看着二狗近在咫尺的耳朵，花花蠢蠢欲动，只见他吭哧一口，结果咬偏了。紧接着霸王花又来了第二口，直接命中目标。内心刚想得意，结果就被二狗挣脱。不死心的霸王花还想再来第三口，结果二狗坐正身子后，花花就咬不到了。气的女明星直接咬向润月的肚皮，一整个就是耍无赖的小模样。不愧是女明星，生胖气都如此可爱。江爷爷为了让福宝下班有多拼，威逼利诱都抵不过最后的杀手锏。都知道福猪猪是熊猫界出了名的敬业福，每到下班时间，任凭江爷爷如何软磨硬泡都不肯回家。要问为何不与宋爷爷一起联手实施抓捕，那是因为宋3岁这个老六一下班就跑了，直接摆出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，独留江爷爷在场地内一脸的生无可恋。只见江爷爷拿掉福宝手里的竹叶，并告诉他回到家再吃。可小魔王可不是好拿捏的，直接给了江爷爷一拳，气愤到胆敢熊口夺食，小拳拳捶你。江爷爷见状决定软的不行，那就来硬的，直接亮出结实的肌肉薅住试图逃跑的胖孙女，并把不断挣扎喊救命的福宝抱下木架。看到敬业福伸着小短腿还想爬上木架，江爷爷找准时机直接抱起福宝回家，气得小魔王不断挥舞爪子揍了空气2巴掌。由于福猪猪的体重太过逆天，即便江爷爷每天都健身也吃不消，抱着胖孙女空吃土吃土。江爷爷便把福宝放在地上，示意他赶紧进去。谁料福猪猪又是抱腿又是试图逃跑，江爷爷无奈拼着老命把福宝拖进门里，一人一熊一起被关在门内，才算收猫成功。然而福猪猪长大后体重也飞速飙升，江爷爷也没法像以往那样把他抱回去，因此他选择用盾牌福猪训练福宝自主回家。只要福猪猪有偏航的动向，江爷爷就会用盾牌挡住，让他无路可逃。就这样，福宝被爷爷跟赶鸭子似的赶回去了。虽然盾牌的效果非常显著，但江爷爷觉得有些不太尊重大孙女，最终还是选择了放弃。于是当江爷爷再次来叫敬业福下班时，福猪猪看到爷爷手里没了家伙事儿，直接虚晃一枪快速逃离现场，随后被追上去的爷爷一把揪住。眼看自己跑不掉，福猪猪使用了招牌技能，而道高1尺的江爷爷顺着福宝翻滚的动力，趁机把大孙女往门口的方向拽。晕晕乎乎的福猪猪看到门口近在咫尺，大呼不妙，转身想跑，被江爷爷一把薅住往家里抱。但调皮的福猪猪哪能轻易被制服，趁爷爷不注意又猫猫碎碎跑了出来。看着天不怕地不怕的孙女，江爷爷非常无奈，只好回到兽舍请出了杀手锏。艾女士一登场，福宝抖3抖，最终在老妈的血脉压制下，福猪猪被艾女士提溜着拎回了房间。可见能制服熊孩子的也只有虎妈了。